是不管他们，不负责任。然后翠花他们家也没有钱，自己也养不活，明白了吗？他们就是啥，想编个瞎话，然后让他过来找我来，让我去背这个锅，帮他去养这个孩子，照顾翠花。就是他们也是逼不得已，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对吧？但是呢，我肯定也是受害者。你们看南哥分析的对不对啊？我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啊，但是我不敢保证啊，因为到现在他也没跟我说到底什么原因。明白了吧？大概就是这么个意思啊，好吧，老铁们，咱们都点点赞啊，好吧，都12000了啊，老铁们动动发财的小手啊，翠花给南哥点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点红心，点点关注啊，右下角咱们把赞呢点到2万，好吧，谢谢啊，好吧，我是这么感觉的，你知道吧？你也这么分析的，对不对？我也是这么感觉的，而且他们那个地方的话，也都没有上过学，也都不知道外边世界什么样子。我估计啊，他们应该是以为这个孩子生在中国就直接能拿到中国户口了，他们肯定是这么认为的，知道吧？包括的话，我之前也不懂，也不知道，我这也是后来就翠花这个事儿发生以后的话，我才去问的，人家告诉我啥呢？孩子知道吧？至少得有，就是父母至少得有一个人是中国国籍，或者是拿到中国绿卡的外国人，然后这个孩子的话才能上中国户口。你像翠花这种的话，父母都是外国人，都是非洲人，知道吧？这个不可能，就算孩子生在中国，这孩子也不可能那个啥上中国户口，懂了吧？所以说的话，就他们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啊，所以说有点类似于竹篮子打水一场空那种感觉。他什么时候回家呀？我是打算过完年吧，过完年以后吧，2月中下旬左右吧，对不对？你也不能不明不白留下，那肯定不能留下他呀，对不对？我邀请他来的，他在这生个孩子，这啥事儿，对不对？咱也负不起这个责任呢，肯定不能那个啥。咱现在就是啥呢？咱现在就是把他照顾好了，对不对？毕竟孩子是无辜的，明白吧？把他照顾好了，然后那个啥这个啥安安全全的给他送回去啊，然后我的这个义务就算到了，对吧？要是有能力的话呢，在那多待个1个月半个月啥的，帮他那个啥，这个准备一些生孩子的东西，买点营养品啥的。他们那边也没啥营养品卖的，就是正常能吃到肉啊，能吃到鸡蛋就算不错了已经。因为当地收入都很低，知道吧？一个家庭7、8口的人，1个月收入也就是300、500块钱左右，一堆孩子也都比较低，平常也吃不上肉啥的，也就是保证下孩子营养，也就是这么个意思的，也就，对吧？我也就能做到这么多了啊，就是你们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骂我也好，不骂也好，我也不太在乎，对不对？反正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是肯定，对吧？我是能做到的，我尽量我都做到了啊。那你越晚了，越临近生孩子了嘛？他现在刚6个月时间呀，他离生孩子的话还有这个啥呢？还有4个月的时间呢，对吧？在中国的话，待1个半月应该没有啥问题，应该啊。而且他这也是头胎，而且翠花身体也都非常好，岁数也不大，18岁啊。像你们说的那个早产的可能性几乎为0吧？啊，几乎为0，明白了吧？好吧。前几天你可不是这样说的呀，啊，没有前几天，行吧啊，好吧，没有前几天啊，好吧，翠花这个怀孕的事儿，31号前天刚发现的啊，前天刚发现的，没有什么前几天我说啥了，对不对？前几天我们在尼泊尔呢，我们啥也没说，明白了吧？别有屎盆子扣我身上啊！哎呀。这饺子包的一天能吃上吗？我们才包了有半个小时的饺子啊。皮儿的话是我们自己擀的啊，所以说慢的话很正常。你家自己擀皮儿肯定包的也慢，对不对？这个我之前我在直播间我都说过，好吧？我是问的咱们直播间的，我是问的咱们直播间的粉丝。我说是自己擀皮儿还是外边买皮儿？老铁们说不到外边买，外边皮儿那啥不健康。
里边加科技狠活了啊！我说那我们自己赶，但是你们别说我们慢，好吧？这我之前在直播间都说过啊。这孩子能不要吗？肯定得要啊，因为已经6个月大了，好吧？这个去医院引产的话，这个太风险性太大了。主播善良的好人有好报，过了春节尽快送回家吧。过了春节我亲自送她回去。我要知道她怀孕的话，我就不可能接她来了，知道吧？包的不错，会包就不错了。皮儿是翠花擀的，馅儿是翠花和的，饺子也是翠花包的。一会儿吃饺子也是翠花煮，知道吧？翠花，我告诉你啊。咱别说别的啊，就是干活这方面没问题啊，包饺子包包子啊，这个什么炒菜做米饭，然后这个啥这个什么这个做手擀面什么的啊，手艺绝对是没有问题，也不懒啊，在我这儿天天的那个什么扫地拖地洗衣服啥的，一点也不懒。因为在非洲的话，你知道吧，在非洲的话，女孩啊就是稍微地位比较低一些。5、6岁、6、7岁的话就开始帮家里干活了，能理解吧？所以说的话，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都是很正常的事情，好吧？哥，你还是承认了吧？你干的事你就要有担当啊！我不跟你解释啊，好吧？像你这种没点关注的、刚来直播间的啊，不跟你解释啊，多说无益。多说无益就完了啊。她怀孕你不知道，那我怎么可能知道啊？啊，她11月19号刚从非洲来的，对吧？她来的时候就已经怀了4个半月，我都不知道。我是前2天带她做的身体检查刚查出来的，已经怀孕6个月了。她才来了1个多月，她怀了6个月的，对不对？那我怎么可能会知道啊？对不对？应该上飞机时要检查的嘛。那个你坐一回飞机就知道了，亲啊，咱有的老铁可能不经常坐飞机啥的，好吧？坐飞机是不需要这个体检的啊，我头一次听说坐飞机还得需要体检，提供健康证明的，明白吧？坐飞机不需要啊，不需要体检什么这些东西啊，好吧？孩子你不知道是谁的呀？现在知道了啊，就这2天已经知道是谁的了。但是知道是谁也没啥用啊，你也不认识，我也不认识。翠花就让人忽悠了，自己看着饺，老铁们，行不行？2、4、6、8、9个，这饺子包的行吗？这饺子，看，这饺子包的行啊。那肚子看着不像6个月呀，他坐在凳子上，你是怎么看见他的肚子的，亲？你有透视眼吗，亲？啊？他坐在凳子上面，你怎么看见的他的肚子？主播教教他怎么包饺子，不好意思啊，这饺子就是我教怎么包的啊，可能包的不好看，好吧，我们自己好吃就行了啊，亲，行吧啊，没有你包的好看啊，你自己看看，23周零2天，12月31号拍的。现在的话应该已经24周了吧，对不对？看看医院，看看名字，看见名字了吗？不假吧？对不对？咱没拿其他孕妇的给你过来看吧？对不对？姓名 Christian， 对不对？孩子真可怜，生下来就没有父亲。哎，这个在非洲太多了，真的，老铁啊，好吧。你要说你因为这个事情说的话，那就没啥意义了，明白吗？这种事情非常的多，懂吗？非常非常多啊，几乎是70%的家庭都这样，明白了吧？那个正常能够结婚的。娶妻生子那种家庭非常非常少见，一般都是家里条件比较好的才有这个条件，能明白吗？
你像那种穷人家的孩子的话，基本上都是那啥，最后都是这个结局，知道吧？穷人家的孩子基本都是这个结局，最后。去医院做了算了呀，你可能不太了解啊，好吧？6个月份啊，这个孩子超过52天以上的话，就只能做引产了，就不是流产了啊。流产的话没什么风险，对不对？今天做完转天都能上班那种的。6个月大这种特别大月份只能做引产，而且是非常危险的，就跟生孩子做手术是一样的。这必须得是家里边直系亲属签字儿，明白了吗？是容易大出血出事儿的，明白了吗？你像你们说的可以做，谁给他签这个字儿，对不对？谁给他签这个字儿啊？回去和他爸妈咋说呀？他没有爸妈，他妈妈那个09年生的弟弟难产早就去世了，已经都。翠花都不知道他妈是谁，懂吗？他妈妈生他弟弟的时候，翠花那会儿才3岁。然后呢，他爸爸就带着他弟弟直接就跑了，他和他姐姐他就就不要了，他跟他姥姥一块长大的，明白了吧？哪有爸爸妈妈呀？是不是？都这样，非洲那边很穷，医疗条件很差啊。你们老说那个平均年龄40多岁，不是因为他们的身体不好，是因为很多人，就比如说就是很多人就是啥呢？不该去世的，在咱们国内肯定去世不了的，在那边都能去世，明白了吗？你像比如说难产，现在还有几个难产的，现在基本都剖腹产的都，能理解吧？啊，你像在非洲，你知道吗？你像为什么那会儿有疫情的时候，在非洲人家根本就不在意啊？非洲随便拿出来一个这个啥，都比这个新冠要厉害很多，对不对？在非洲每年去世最多的，你知道是啥吗？是疟疾。知道吧？不管大人小孩，最后得疟疾，最后那啥的。你像赞比亚的话，现在每年还得有3、4千人，就是光小孩子啊，未成年的小孩子，每年还得走3、4千人呢，还得，而且是现在早就有特效药的情况下了，青蒿素嘛，对不对？但是那东西都得花钱买呀，家里边哪有钱的那种的。孩子怎么办？怎么养啊？在非洲养孩子很简单啊，不像咱们在国内，家里边就一个孩子都跟宝似的。知道吧？在非洲只要有吃的，这孩子饿不死，这就算养活了，明白了吧？谈不上什么上学呀、补习班呀、早教班呀，还上大学什么的，对吧？你像翠花，那不就上3年级不就辍学了吗？对不对？在非洲跟咱们养孩子是不一样的，好吧？我想知道非洲怎么那么多病啊？他因为穷，知道吧？因为他穷，他那块的环境不好。明白了吧？因为环境不好，所以才导致的。在中国把小孩生下来再去非洲吧，天哪！啊，不是你告诉我，在中国生小孩，这小孩算哪儿的？中国国籍入不了，赞比亚国籍也入不了，这小孩彻底黑了，连赞比亚都回不了了，中国也待不下去。你告诉我，对不对？必须得回赞比亚生。回赞比亚生的话，你还能上赞比亚的户口。你在中国生，你是拿不到中国户口的，懂吧？你再说了，翠花她自己也想那个啥，也想回非洲生。翠花，你是这孩子打算在中国还是打算在赞比亚生啊？赞比亚。在赞比亚是吧？啊，哎，那个啥，你自己回赞比亚行吗？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回去？都可以是吧？哎呀，没办法呀，知道吧？啊，非洲妹子长不错，这个妹子呀，哎，翠花长得肯定是没问题啊，1.75米的大个子，啊，身材也好，对吧？胳膊腿也细啥的，身材也不错啥的，对不对？非洲包括哪些国家？你自己上网查吧，亲，好吧？非洲50多个国家呢，啊。咱不负责教你地理，啊，自己上网查查吧，对吧？就跟你问我那个亚洲都有哪些国家，我咋告诉你啊？好几十个国家呢，对不对？这种什么书本里学的，或者是常识性这个课本性的这种问题的话，自己上网查就行，好吧？不高兴肯定想你送他回去呀。哎，翠花，我问你，你是想让你是不是感冒了？你感冒了吗？
没有。不对，你鼻子现在通气儿吗？鼻子 ，Brace OK 吗？不 OK，那你不就是感冒了吗？哎，感冒就感冒吧，感冒也没办法，感冒也不能吃药啊，因为她怀孕了，对不对？没办法，感冒，咱们这边感冒人特别多，我都感冒了，对不对？你想让翠花行吗？不可以啊，好吧？咱直播间里边说这话，老铁，我都知道你们想干啥，懂吧？啊，不可能啊，别想了，好吧？我是不会放心把翠花给你们任何一个人的，对不对？你们很多人的想法我太了解了，娶不着媳妇儿，对不对？这一下子直接抱个媳妇儿回去，还长得那么高那么好看的，对不对？我跟你说，你把翠花送你家去，就这个孩子，你能不能让他生下来，都是一个问题。而且就算生下来的话，我估计你也没有能力管这个孩子，对不对？我不可能那个啥，不可能给你，好吧？你像这个说想娶翠花的人，我跟你说，我太那个啥，我太了解了，对不对？都是我直播间天天问那个是不是娶非洲女孩不用给彩礼的那部分老铁，真的都是那部分人，就是娶不上媳妇那种的。你自己想想吧，啊，你娶完翠花，翠花肚子里边还带着一个孩子。然后孩子还是小黑孩，跟黑人生的，还不是你亲生的，对不对？你跟翠花可能将来还得生自己的孩子，这孩子你能管？哎呀，拉倒吧！啊，真的，我跟你说，你以你现在的条件，你连娶媳妇都费劲呢。你想想，你有能力将来管那么多孩子吗？不可能，现实点吧，亲啊，现实点吧，好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是啥呢？你总以为娶外国媳妇就因为啥不要彩礼？你要知道，你娶完外国媳妇儿。懂吗？娶完外国媳妇以后，你最起码1年2年，你得陪人家那啥吧？你得陪人家回趟非洲吧？你俩这一个来回，再加上这个孩子，光机票就得4、5万，还不算别的。你算算，你1年你能挣多少钱？你能攒多少钱？对不对？你攒5万块钱回趟非洲，买机票全没了。真的，我就跟你直接说，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明白了吗？你没有这个能力和条件娶外国媳妇，对不对？因为我太了解你们的那种想法，太简单了，就是因为娶外国媳妇不给彩礼钱，就这么简单点事儿，对不对？回去一趟一个来回机票，3口人的机票，把你1年的工资攒的钱，刨完生活费全没了，对不对？你说那有啥用啊？你就是在国内，你娶一个20万彩礼的媳妇儿，你跟一个非洲姑娘结婚4年，光买机票你就没了，对不对啊？啥也不说了啊，好吧？我觉得咱直播间听完我说这话，明白的人自然就明白咋回事了，对不对？话糙理不糙，真的是话糙理不糙，对不对？你像咱直播，我跟你说，爱看我直播间的人都是明事理的人，就是我在直播间里边，我大概把这个道理一点一说，知道吧？老铁们都知道咋回事，明白了吗？都知道咋回事。你像那个，你知道吗？假装听不懂的，装睡那种带节奏那个的话，那都不用跟他说话，那种人跟他说话都浪费时间，都是不是？在国内娶媳妇别想太多呀，就是啊，这就我在直播间说的，对吧？国内的你还没整明白呢，你还娶国外的呢，啊！而且我跟你这么说吧，你像翠花，几乎可以说不会说中文。你会说英语吗？你跟他咋交流咋沟通？你指的翠花自己自学中文去，说的太有限了，你知道吗？说的太有限了。可以说你俩在一块儿的话，你俩连个话都没有，明白了吗？连个话都没有，知道吧？你像有的男的，一看那个外国人黑人，家里边又穷，在欺负人家，对不对？你肯定得30、50岁了，已经都。对不对？娶个18岁大姑娘回去，稍微有点不满意，说不定你还得动手打人家呢，还得，对不对？哎，真的别想了啊！你们说这话的人，我跟你说啊，你真的小99的话，真的我太了解了，真的。但愿是编剧呀，替翠花着急上火呀！哎呀，我天哪，那个 B 超单子那玩意儿能是假的吗？亲呐，
对不对？南哥再有实力，我能联合公立医院给你出个假 B 超单子吗？钱啊，对不对？好吧，而且这个我也都那啥，我也都给你们全程都看了，都已经自己看看，医院名字我都能给你看出来，看见了吗？天津市滨海新区塘沽妇产医院，对不对？看底下怎么诊断医生的名字、时间啥的，月份23周零2天，这都能给你们看呐。Christine，对不对？这都能给你们看。这东我有多大本事呀？我能联合公立医院给你出个假 B 超单子，你开玩笑呢吗？起码都是35岁以上才会想着娶外国媳妇儿吧？我觉得至少得45岁以上了，知道吗？起码45岁，老光棍那种的了。你说18岁，这是23呢？那上写的明明21岁呀，哪儿写的23岁呀？啊？不是翠花年龄的问题，我在直播间没讲过吗？来，老铁们，我在直播间讲没讲过？讲过的老铁，听过老铁，咱们打个讲过，对不对？你自己不天天仔细听啊，对不对？我有没有讲过，老铁们？讲过的老铁，咱们直播间替南哥打个讲过，而且我还讲过不止20次了，已经都，对不对？我怎么讲的？我说那个啥，我说这个非洲那边就跟咱们那边60、70年代一样，也都不上学，没啥学历。我说孩子为了早点上班，一般身份证的话都会改大几岁，对不对？一般都会改大几岁。然后我说他身份证改大了3岁，他实际上18是06年出生的，但是身份证写的是03年出生的，对不对？我都讲过 N 遍了，都已经啊。你想嘛，我都讲了 N 遍的东西，还有好多老铁不知道呢，还都，对吧？你说信我跟你说，我直播间的家人们、老粉丝们，这是南哥说话的底气和源泉，明白了吗？就我在这坐着，我现在在这站着，我能这么样理直气壮、挺直腰板，跟好多黑我的粉丝在那硬说，就是因为我直播间那么多家人跟粉丝，天天来关心我跟翠花，天天看我们直播来的。所有的事情来龙去脉我都讲过好多遍，人都知道了，已经都，对不对？就包括你好多新来的粉丝，你不知道无所谓，你知道不知道你可以问，但你不要黑我，是不是？以前你在非洲，我就是你的粉丝，就是啊。我在非洲直播的时候，翠花你都认识吧？对不对吧？你说是不是？翠花都认识，对吧？这还能包几个呀？5个？6个，6个，他切6个差不多就完了。认识还有一个女孩，对啊，俩女孩嘛，对不对？当时我们在坦桑尼亚直播，是不是这意思？你说啊？翠花包的挺快呀，快，你知道吧？我觉得挺快的，人家40分钟。对不对？40分钟连自己擀皮儿，在家自己包了得有30、40个饺子，我觉得挺快的，对吧？我也不知道为啥有的人说翠花包的特别慢。你看40分钟他包了多少饺子？这得有20多个吧？2、4、6、8、10、12、14、16、17个饺子，馅儿不多了。这顿看样子只能包20多个饺子了。20多个饺子，翠花，你能吃几个饺子？啊？你10个饺子够吃吗？够吃了，15个吧，你吃。我吃10个吧。啊，我要吃的比你多，一会儿老粉丝们又该那啥，说我欺负孕妇了，对不对？包饺子谁教他？来中国跟婆婆现学的吗？哪来的婆婆呀，亲呐！啊，哪来的婆婆呀？饺子是我教她怎么包的啊？饺子是我包的，怎么教的啊？那我教她怎么包的。
水饺大呀，对我们这是水饺，不是那个蒸饺。哎，翠花，你想吃煮的饺子还想吃蒸的饺子？煮的就是把饺子放在水里边 boiling， 蒸的饺子就是拿那个锅把那个饺子放在上边，底下放点水，底下放点水蒸。想吃哪种？蒸的饺子干，但是筋道好吃。煮的饺子反正就是水分挺大，也挺好吃。我吃哪个都行。你想吃哪个？都可以。都可以是吧？哎呀，我最怕的就是都可以啊啊！都可以是吃什么饺子？哎，蒸的好吃呀，蒸的好，对，蒸的饺子是好吃，但蒸饺子干呢，我怕他不爱吃，因为我们平常在家里边都吃煮饺子，都是。发面蒸包啊，我们做的是死面饺子，春江，好吧，咱设身处地的替南哥想想，对不对？我们包的是死面的饺子，你非得让我们做发面的蒸包子。翠花说的中国话挺好呀，挺好啊。来点醋啊，醋都是吃饺子时候蘸的啊，我们馅儿里边不放不放醋。哎，我想问一下小弟，为什么去到非洲找老婆呀？啊，我没有啊，你看错直播间了，亲啊，看错直播间了。你可能那个非洲相亲的那种的，什么到非洲把媳妇儿领回中国来，然后结婚呐、相亲的那种节目，可能看多了，可能是啊，好吧，我们不是你说的那种。翠花以后去非洲教中文可以有收入啊。他一个中国字不认识，一个中国字不会写，会说的中国话一共不超过100个字，他怎么教中文的亲呢？中文那么好学，那么好教的吗亲？啊？你就看他直播间里边就说这么2句话，你就以为他会说中文了是吗？对不对？你想的太简单了，对不对？真的不是那样的啊。翠花不是你媳妇儿吗？我啥时候说她是我媳妇儿了？不是啊，哪有那么简单？就是啊，我就跟你那么说吧，咱们国内学英语最差的学生，也比翠花说的中文要稍微好很多。那这个学生能去教英文吗？肯定教不了啊，理解吧？啊，你俩怎么交流啊？我先说中文，他听不懂的话，我再用英文说。我是英语专业8级，高中英语老师，原来是，我是会说英语的。哎呀，别问南哥，南哥太难了，回来我得把我家的粉丝团名字得改成男字，太难了，你知道吧？